中国人为什么不信神？3000年前的一场政治阴谋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信仰。此后，神灵被赶出华夏大地，并且做局的人找了一个替罪羊，被炎黄子孙骂了3000年。武王伐纣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有人说除了改朝换代，他还要灭掉华夏的诸神，让商朝的疆域达到历史之最的地心到底是暴君还是被污蔑的背锅侠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国人大体是都知道商纣王的，只不过大家印象中的商纣王是一个残忍昏庸的君主，他宠信妲己，诛杀贤臣，奢靡无度，贪图享乐，暴虐好杀，毫无人性，最终被周推翻于露台自杀。不过商纣王其实不是他的名字，毕竟没有人会用残忍这个词做名字，更何况是一国君主。纣王本名是帝辛，而纣只不过是周朝建立之后给帝辛泼的一盆脏水。毕竟周朝代商需要正名和大义，只有前朝越昏庸越残忍，才能体现伐纣的正义。我们翻看历史可以发现，帝辛绝对是古今中外第一大恶人，他的罪状罗列起来竟然多达70多条，每条都不带重复。光看史书的记载，比如说秦始皇和隋炀帝，在所有帝王中就没有比帝辛更坏的，连南朝宋的刘子业都要甘拜下风。然而历史上的帝辛真的有这么坏吗？孟子曾说尽信书不如无书，所以对于一些历史记载，我们需要辩证的去看待。对于帝辛此人，毛泽东文集中有这样的评价，其中提到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、文武双全之人，他和秦皇曹操一样，并非真正的坏人。这番评价可以说是非常客观了，毕竟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在伟人眼中都有缺点，而帝辛能得到有本事的评价，可见伟人对帝辛的态度并没有受到史书评价的左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很多历史名人也都为帝辛说过话，比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曾说，纣王其实没有那么坏，而是很多人随波逐流，把很多没有的罪名也强加在纣王身上。对于子贡的这番话，孔夫子是非常认同的。荀子中也提到了帝辛，他说纣王身高体长，长相俊美，是天下人杰，可以一当百，勇武过人。可见帝辛此人又帅又能打，放到现代绝对是偶像派加实力派的超级明星。另外，史记中也有对帝辛的夸赞，其中提到帝辛能说会道，见识广博，不但有过人的才能，还可以徒手和猛兽格斗。这样能文能武的君主在历史上能有几个呢？但此时人们又不免疑惑，如此完美的君主为何会成为历史上的第一暴君呢？他身上的70多条罪名又是如何来的呢？史学家顾颉刚在对帝辛的罪状进行梳理后发现，原来帝辛的罪状不是一直这么多，而是后人一点一点的增加进去的。当年武王伐纣的时候，在太史和穆氏中都提到了帝辛的罪状，但罗列起来也不过是6条罪状。要知道，这对于周朝来说相当于讨贼檄文，自然是纣王的罪状越多越好。为何这6条罪状就能让周朝一呼百应，最终将商朝取代呢？我们被史书骗了3000年，中国最后的人皇商纣王被骂3000年，到底冤不冤？史书上记载，商纣王一共有70多条罪名，但后来史学家研究后发现，他的罪状其实只有6条，而且这6条在今天看来可能并不成立。到底是什么呢？史学家顾颉刚在整理纣王帝辛的罪状时发现，在周朝的讨伐檄文中，帝辛只有6条罪状，孔子编纂的尚书中也只提到了这6条。而到了战国时期，帝辛的罪状增加到26条，西汉时期罪状增加到47条，到了东晋时期，帝辛的罪状已经达到60条。由此可见，帝辛真正的罪名其实只有武王伐纣檄文中的6条而已。毕竟后世之人不可能比周朝还了解帝辛。那么这檄文中的6条罪状是什么呢？为何可以颠覆商朝的统治呢？6条罪状中的第1条是太听夫人之言，这里很多人会认为说的是妲己，但其实历史上并没有妲己这个人物，或许是人们根据这1条罪状编纂出了这样一个人物。不过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，女性在商朝的地位的确是比较高的，比如我国历史上第1位女将军妇好就是商朝的大将。那么太听夫人之言为何会成为罪状呢？或许这也和当时的男权思想有关。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，身强力壮的男性开始占据社会主导地位，女性开始沦为附庸。而这个时候，纣王还在任用妇人，和男权思想背道而驰，这就成了他的罪名。帝辛6大罪的第2条，祭祀不认真。商朝是一个非常重视祭祀的朝代，他们最初是祭祀神灵，后来祭祀祖先，并认为祖先和神灵会
降下神谕来保佑商朝。然而神谕的解释权并没有落到帝王手中，而是在巫师权贵之手。这样一来，就相当于权贵剥夺了帝辛的大量权力，有时候还要受制于巫师权贵。帝辛是一个有野心的帝王，他想要加强中央集权，因此要想改变祭祀的规则。正是因此，他才被冠以不重祭祀的罪名。帝辛6大罪的第3条，不重用同族兄弟，让平民和逃犯为官，这一条同样触犯了贵族的利益，最后还成了商朝覆灭的根源之一。帝辛6大罪的第4条，酗酒。所谓的酒池肉林可能是真的，但这一罪状几乎是历代昏君的标配，不过却并非帝辛专属，而且作为一个祭祀盛行的国家，酒肉文化必不可少。只是这种行为被百姓知道，心中自然会义愤。帝辛6大罪的第5条，任用小人。这里的小人其实无法界定，或许只要是和权贵利益相悖的，对商朝不利的，都可以被称之为小人。帝辛6大罪的第6条，刑罚严酷。这大概率也是真的，历朝历代的刑罚尺度不同，有轻有重，不过比帝辛重的也比比皆是。当然这只是站在现代人的角度，但放在古代，这些罪状却足以激起民愤，更是让权贵和帝辛离心离德，而这就是商朝覆灭的根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场巨大的阴谋开始展开，这是被史书掩埋的真相。3000年前的一场政治阴谋，不但让商朝覆灭，还彻底改变了国人的信仰。以周泰商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商朝国祚600年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巫师和权贵都拥有极强的权力，他们掌握着占卜的权利，同时可以对神谕进行解释。作为一个极为重视祭祀的国家，这种权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有时候甚至可以影响帝王的决策。然而帝辛继位之后，他决心改变这一切，因为他有更大的野心，他想要打造一个大一统的王朝，想要开疆拓土，建立盛世。而做到这一切的根本就是需要集中皇权，所以帝辛继位后一直在收缴权贵手中的权力，并任用了很多平民。这种做法让权贵利益集团非常不满，其中比干、微子、箕子是权贵的3大代表。面对权贵的反扑，帝辛丝毫没有手软，比干和箕子一个被杀，一个被贬，只有微子仍然留在朝堂。其实如果帝辛再狠一点，将微子也除掉，或许商朝还不会这么快灭亡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当时帝辛正派遣军队向东南进军，他要开疆拓土，建立不世功勋。但这种大规模的用兵遭到贵族的反对，因为这对于贵族而言没有任何利益可言。同时加上帝辛对贵族的打压，商朝贵族圈里一场阴谋已经酝酿而生。这场阴谋的策划者就是微子，他趁着帝辛主力军队东征的时候，向姬发通风报信。他表示，如今商朝王都空虚，是攻打朝歌的最好时机。姬发听到消息后大为欣喜，当下点兵点将，兵发朝歌。然而这次他们走到一半，姬发又停下了脚步，因为他害怕帝辛号召周围的部落勤王，到时候自己依然抵挡不住，所以他走到一半又折返了回去。不过这次行动依然给他争取了好处，周围那些部落一直被商朝武力镇压，他们早就想要反商，只是有贼心没贼胆。如今有姬发带头，于是他们纷纷投奔了姬发。此时帝辛也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不但没有发现微子的汉奸之举，还高估了商朝军队的实力。他本以为只要尽快平定东南，就可以回师朝歌，然后再发兵攻打姬发。但没想到东南一战又打了1年多还没结束，这给了姬发休整和发展的机会。就在这时，微子再次给姬发传递情报，于是姬发一鼓作气，轻而易举地抵达了牧野。此时距离朝歌只有1步之遥，帝辛的主力此时依然在东南，而号召部落秦王也没有反应，他只能派出奴隶大军和小部落的守备。然而奴隶大军怎么可能为商朝死战？于是就出现了牧野之战，商军临阵倒戈的情况。这一战商朝大败，而帝辛眼见无法抵挡姬发大军，知道败局已定，于是选择在露台自杀身亡。与其说帝辛是死在周朝手中，不如说他是死在了权贵的阴谋之下。不过权贵们最终也没能保住自己的利益，因为周朝建立后也渐渐废除了祭祀制度，选择用礼仪制度来治天下。也正是从周朝开始，神灵信仰渐渐消失，中国也成了真正的礼仪之邦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